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立冬后要多吃白菜，俗话说白菜不如白菜，冬天的白菜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好吃的时候，有冬日白菜美如笋的说法，趁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一些。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白菜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加一块豆腐，不用炒，不用炖，出锅皮薄馅大又多层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颗白菜和一块豆腐，豆腐我们要选用这种老豆腐，先把豆腐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白菜，用刀把白菜的根部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白菜叶子掰好后把它放入清水中，给它清洗一下，在清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了，白菜帮这里有层又滑又黏的膜，这个是白菜在生长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脏东西，一定要给它搓洗干净，还要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叶片，像这种大白菜特别容易招惹虫子。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尽量切得细一些，再改刀切成白菜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最后切成这样的白菜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盆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把白菜多余的水分腌制出来。接着我们再来处理豆腐，把洗净后的老豆腐直接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了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也不用切得太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豆腐条就可以。最后再切成豆腐丁，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倒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小把木耳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刀上的热水没过木耳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抓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木耳泡软。接着我们来和一个面，碗中倒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用26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盖上保鲜膜醒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最后给它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，我这里一共分了11个。全部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，揉光滑后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再给它搓成圆柱形，也不要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整理成圆柱形。全部做好后准备一个平底盘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面团一个一个的放入盘中，全部放好后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面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准备馅料，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胡萝卜丁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，切好后装入姜末的盘中。
现在我们的木耳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变得大朵大朵的了。再把木耳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。先把木耳切成细丝，再改刀切成小碎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胡萝卜丁的盘中，接着再准备2块钱的肥肉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肥肉丁。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盘中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豆腐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先给它烙1分钟，1分钟后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给它整理平整，再烙1分钟，1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，两面烙至金黄，再把豆腐炒散开。炒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最后翻炒至豆腐变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大碗中，另起一锅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肥肉丁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肥肉多余的油脂炒出来，大概需要炒1到2分钟左右。最后翻炒至肥肉丁变成金黄色，并且炒出很多的油脂，再加入葱姜末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加一勺豆瓣酱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再把胡萝卜丁和木耳丁倒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翻炒至胡萝卜丁断生，大概需要翻炒1到2分钟左右。炒断生以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加勺生抽，加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加勺蚝油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香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再把它盛出来放入豆腐的碗中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再来看一下白菜丁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。接着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白菜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包起来，用力挤干白菜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白菜放到豆腐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，像这样我们的白菜豆腐馅就调好了。现在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了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经发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用手指按压不会回弹，说明就已经醒发好了。再把盘子里多余的油倒在面板上，用手抹匀，再取出一个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拍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最后擀成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。然后在中间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馅料我们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馅饼呢才会皮薄大馅。然后两边对折过来，把封口处压紧实了，防止漏馅。然后再用手轻轻拍打几下，拍出里面的空气，再抓住两头，一边摔打一边抻长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呢层次会更加丰富。再选择一头给它卷起来，一边卷起一边拉伸，最后再把收尾处按压一下，给它压到底部，再用手轻轻按扁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，全部包好后，平底锅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把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。我这个饼做的比较大，一次我们先煎4个。全部放完后，在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馅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柔软，还不容易破皮。开小火慢烙，先给它烙2分钟，把底部烙至金黄。2分钟后给它翻一下面，每个面饼都需要翻一下面，全部翻好后再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，每隔2分钟翻一下面，
直到把饼两面烙至金黄，并且透过饼皮都能看到馅料的颜色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烙8分钟左右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非常好吃的白菜豆腐馅饼就做好了。这样烙出来的馅饼，饼皮特别的柔软又薄，而且不易破皮露馅，层次也比较丰富。里面包了满满的白菜豆腐馅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馅料。馅料用我这个方法调出来的，虽然没有肉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，家里人特别喜欢吃。馅饼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一顿吃不完的装进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周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取出来烙熟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简单、快速、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